我操！注意看，中国硬汉一拳未发吓坏韩国2米巨人，两腿发软瘫坐在地上。见过被打怕的，没见过被吓怕的。韩国美女一脸惊愕地看向被吓坏的韩国巨人，根本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是真的。重新站起来的韩国跆拳道高手已经双腿发软，他的大腿根本不听他的使唤，扶着围绳勉强保持最基本的站立。看到这一幕的韩国官方对他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果断扔出了白色毛巾认输投降。我是韩国第一巨人朴龙水，中国人在我的面前就像是弱小的蝼蚁，中国选手们尽管放马过来，不会像踩死蚂蚁一样一脚踩死你们。赛前大放厥词羞辱中国选手的韩国选手叫朴龙水，不好意思说错了，他是叫朴龙水。在他眼里，中国选手就是一只不起眼的臭虫，想什么时候踩死就什么时候踩死。嚣张跋扈的态度引起了中国代表方的注意，于是年仅18岁的中国小伙登场了。他叫尹鹏森，来自东北，远赴韩国横跨5个量级挑战嚣张的韩国2米巨人，是要用沙包大的拳头教训一下他，让所有看不起中国选手的韩国选手闭紧嘴巴。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朴龙水的精彩表现。红色短裤是中国勇士尹鹏森，黑色短裤是韩国跆拳道高手朴龙水。尹鹏森为了狠狠教训一下嚣张跋扈的朴龙水，不惜跨越5个量级远赴韩国擂台，赛前立下誓言，并会击败朴龙水，让他对中国选手有一个重新的认知。看上去朴龙水的进攻攻势很凶猛，其实一点用都没有，照样会被年仅18岁的尹鹏森压着打。在赛前称体重，尹鹏森要比对方这个体重轻了有10几公斤了。你看这个朴龙水既有身高又有体重上的优势。要知道韩国的这名朴龙水以前是练这个跆拳道的，你看他的腿法是非常好啊，能够起腿。而这个尹鹏森也是在我们武林风。朴龙水已经很累了，比赛才刚刚开始他就感觉到了疲惫，看来这家伙也不怎么样，只不过是徒有其名徒有其表罢了。接下来是属于尹鹏森的个人表演秀，全方位的击打让朴龙水很快就意识到了危险，包括的后手拳都是非常好的。那面对这个朴龙水呢，你更多的要距离感不要拉太远，要打近战，因为毕竟对方有身高和这个力量上的优势，而且对方练过这个跆拳道，有腿法，那么尽量要逼进去。对，我们看到很多的韩国美女看上去有点担心朴龙水当下的状况。在韩国擂台暴打韩国选手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就好比在日本擂台当着日本观众的面当众暴打他们引以为傲的日本拳王。这场比赛特别有意义，年仅18岁的中国选手当着韩国观众的面暴打韩国跆拳道高手，真要是传出去，恐怕朴龙水仅存的脸面都会丢光。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朴龙水在比赛里面身高是2米啊，居然还这么灵活。我们不要跟对方有这种距离感。对，朴龙水本来就已经很累了，再加上长时间的逃跑与追逐战，频繁挨到重击是正常的事情，挨到重击之后头晕眼花同样也是正常现象。尹鹏森是越打越上瘾，然而朴龙水却越打越疲惫，时间短了显现的不是特别明显，真要是时间长了，还没等朴龙水被打死，他自己就会被累死。尹鹏森在这一回合当中的防守还是非常好的。大家看，我们都没有想到他的这种身高，左右高边腿都能够起来，不愧是以前是跆拳道的高手，现在改练自由搏击。你看尹鹏森的左右两侧的肋部被这个朴龙水扫腿的力量所击中。好了，观众朋友们，武林风走进首尔中韩对抗赛男子无差级的第2局比赛开始了。红方是韩国的朴龙水，而蓝方是来自辽阳创新俱乐部的尹鹏森。尽管面对这个身高比尹鹏森要高，体重很多时候都是朴龙水自己倒下去的，
明明所打出的进攻没有任何威慑力，然而这家伙还偏偏要向尹鹏森发起猛烈进攻，有些时候还没等尹鹏森发起反击，朴龙水他自己就倒了下去。耍赖是韩国擂台的招牌，但碍于是和中方选手打比赛，并不能表现得特别明显。控制好距离，对。现在尹鹏森并没有惧怕对方这种扫腿的力量，你尽管把我的左右肋部打出了一道道的血印，但是我勇往直前。朴龙水也有他致命的弱点，就是他有身高，他光利用这种觉得我这种扫腿有力量就行，但他拳法很一般，不具有太多的这种杀伤力。毕竟他以前是练跆拳道。你看朴龙水的进攻力度确实很大，但所打出的每一次进攻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含义。此时的裁判正在搞小心思，面对倒地不起的朴龙水，他非但不对其进行读秒，并且还给朴龙水休息的时间。观众朋友们，这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我们常说嘛，齐腿半边空，但是这个朴龙水啊，因为他知道这种距离感，我踢你之后，你尹鹏森也没办法上来，因为你力量太大。尹鹏森打得非常有耐心。尹鹏森多次的扫踢已经彻底打废了朴龙水，能保持最基本的站立属实不易。照这样打下去，朴龙水的大腿很快就会被尹鹏森踢断，失去反抗能力的朴龙水应该遭到读秒警告。除了360度无死角的防守就是逃跑，完全无法与尹鹏森展开正面对抗。移动过程当中很消耗体能的，尤其你出那么多种腿法，你想一口气，我们说是想拿下尹鹏森是很难的。彭森是加强进攻，加强比赛进攻的节奏，因为像现在已经看到这朴龙水体能已经下降。再来！我们现在看到场裁判怎么突然终止比赛了？难道是对朴龙水的一种保护？接下来是整场比赛的点睛之笔，还没等尹鹏森发起进攻，这家伙自己就倒下去了。要不是比赛铃声响起，朴龙水依然少不了一顿揍。已经废了，朴龙水已经彻底被打废了，眼神呆滞，面无表情，这就是被打废的精神状态。打到第2局比赛结束，已经这样气喘吁吁。这个高鞭腿确实有力量，但是我们也看到尹鹏森的抗击打能力是多么的强，幸好他前面有个拳的护挡。但是现在的优势现在也已经倒到尹鹏森这边，你还能站起来吗？朴龙水。回合才刚开始，朴龙水直接撂挑子不打了，跪在地上祈求尹鹏森的原谅。赛前多嚣张，赛后就有多狼狈。一旁的裁判连读秒都不读秒，这完全就是包庇行为。朴龙水，你还要休息多长时间呢？这明显场上裁判在有意的拖延比赛时间，这是我们规则当中所不允许的。毕竟这是中韩对抗赛。我觉得在比赛判罚尺度上，大家应该是公平、公正、公开。像这种经过长时间的休息，朴龙水再次踏上了仅属于他的挨揍之旅。那么对于尹鹏森来说是不公平的。看看，这时候朴龙水还能继续比赛吗？已经废了，彻底被打废了。韩国官方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最终选择扔出白色毛巾弃赛投降。台下仅有的中国官方大声呐喊欢呼，还有中方记者在焦急等待着采访尹鹏森。
横跨5个量级暴打韩国跆拳道高手，不仅打飞了朴龙水，并且还给朴龙水内心留下了一个深深的阴影。因为朴龙水已经没有体能继续站在这个擂台上。